Hello，大家，今天的氛围可能看起来比较特别，这是我们就是在巴黎临时的家，所以可能看起来我的面容比较憔悴，然后指甲也没有，就是很狼狈的样子。但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录的这个视频的这个比较赶，然后我们就赶快一起来看吧。今天的主角是他们。我最近帮别人买了3个包，然后我先不多做解释，我们一起来看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买的2个路易威登的包。我对 LV 这个牌子没有，我先讲一下，我对 LV 这个牌子没有特别好的好感，因为我对它的牌子不是很了解。但是现在的很多国内的暴发户把它真的是背的，让我觉得这个牌子有一点，在我心中有一点往不好的方向走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是 LV 的脑残粉或者什么，就不要介意哈。第一个买到的是这个应该叫做薯条包，还挺难买的。我们是先去乡街上的那一家总店去买，然后没有买到，又去老佛爷，它也是只有剩2个，然后排队排了很久很久很久才买到。这个包呢，我先讲一下，说实话，我自己是觉得不怎么喜欢的。它的样子，我觉得以我的个子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我背上有一点，我是1.72米，然后我觉得我背上的话呢是有一点太小了，就是太可爱了。如果你是1.65米或者1.68米以下的女生的话可以背，如果这以上的或者你的风格跟我一样，就是比较御姐范儿的话，或者是不是那种小清新小可爱的话，就不要想了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其他我要讲它什么？我要讲它第2点我不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底下的这个它底下的这个材质呢，就是它一贯的 LV 的这种格子的皮革的这种，它不是皮子，它是格子的这种形式，所以呢，它还是比较就是耐操的，也比较耐脏。你可以就是如果脏了的话，店员是跟我讲，你可以用水用抹布去擦它，然后就是用清水擦它，它一般就会掉，也不会对它有损伤。但是它的这个提把和这个上面这个米黄色的部分呢，它是皮质的，所以它还是蛮娇嫩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要是经常提这里，或者手也会从这里去拿东西的话，说实话，我会觉得它是比较不耐脏，而且店员说最好不要用水碰它。所以这办法如果脏了的话是很难处理的。如果要用一些就是护皮子的油去用它的话，也要注意要把它擦干，然后要很小心的保护好。所以这一点就是非常的娇嫩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一个女生的话，也不要买它。所以这一款呢，真的是完全不是我的菜。我懂它是为什么这么受欢迎，但是它我是自己绝对不会花钱去买它的。它的价格在这边的话呢是1680欧，很难买到。反正如果可爱的女生就考虑一下吧。OK， 第2个 LV 的包是同一个女生让我帮她买的，就是这个粉红色的水桶包。这个包上面就是我觉得这个包还稍微比较适合稍微女人一点的人，就是怎么讲，比较大女人一点的人，因为它上面比较这种像麦田的这种横格纹。然后店员也讲，它是从就是麦田收麦子的那种田地，这种一格一格的这种发想出来这种灵感。然后里边呢和它的这个手柄都是红色的，所以就是还蛮好看的，既然又很女人，然后同时又有一点很可爱很温柔的感觉。底座是这样子的。这款包呢，以我自己而讲，我觉得它的实用性会比刚才这一款薯条包要高一些。首先呢，它就是比较大，看一下，它会装的比较多。当然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安全性不是特别好的国家的话，那它这个上面是
就是像其他所有的水桶包和托特包一样，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这样子，扣上扣紧的，所以你们要考虑这一点。其他的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，这一款也差不多价钱是1590欧。OK， 然后这一款呢，他说是它的经典款，就是这么大。还有他现在出了一款更小的，好像他说是半年之前出的，大概就是和这个薯条包差不多的大小。这两款呢，我觉得都还 OK。当然，如果你是 LV 的脑残粉的话，觉得他们家什么都是好的。我自己呢是觉得不太值得。既然花了很多的价钱，然后它又不耐脏，它也不是我的风格，而且还跟别人一样，我就觉得这两款真的很不值。但是当我帮别人买了第3款包，就是它勾亚的。首先讲一下勾亚的店员真的素质不高。虽然我是讲法语的，然后我去他的就是巴黎春天的那家店去买，但他的服务态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差的我都有一点想投诉他的感觉。他也没有跟我介绍品牌，什么都没有讲，就是我问他多少钱，他跟我讲多少钱，然后脸定得非常平。我觉得让我对勾亚的初印象就不怎么好，因为这个牌子我原来是听说过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进他们的店去买过东西的。然后所以呢，我看到它的价钱，又看到它的实物，我就觉得有一点太夸张了。如果刚才那2个包不值的话，那这个包真的是，我觉得里面都可以用搞笑来讲。就是好像最近也很火的这个黑色的购物袋，它这个号是 PM 号的，里边带了一个这种就是小袋子，有一点像学生用的笔袋，可以装零钱啊，装一些小东西。然后就是也没有拉链，这边也没有什么扣，直接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它这个包的材质呢，就是店员跟我讲手柄这里是皮质的，然后底下这里呢，它的这种材质他说是用羊毛和棉花制成的。就是他这样跟我讲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但是我就不讲它的不好了吧，毕竟它现在这么火。但是我自己是绝对不会买的，因为它首先其他的就不讲，只是它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系数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是在怎么样一个又安全又和平的国家才能使用到它。OK， 以上的3个包呢，就是都是我帮别人买的，然后我自己都觉得不是我的风格，而且既然我不喜欢，或者我对这个品牌没有特别的喜爱的话，或者我对这个包款没有特别喜爱的话，我就会觉得它很不值得。如果你们对这些包有更多的了解，或者是觉得我介绍的哪里不对，然后它确实是值很多的价钱，或者它有哪些地方我没有介绍到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，拜拜。